康琪，今天我们聊单身人士买房的课题，是，所以有个很重要的年龄就是35岁。反正35岁之前，好像既定的印象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。是35岁之后，你才能够符合这个买房的资格嘛。今天我们就有2个代表，一个是还没到35岁的，原来是过了35岁的代表。我第一个想到，当然除了35岁就是钱喽。你没有钱的话，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你根本不用想买房、买私宅、买祖屋。基本上在新加坡，甚至全球各地应该都比较难吧。今天我们的来宾有不一样的想法，他觉得 OK 钱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。还有就是调低这个35岁的门槛，因为最近政府有释放一些信号。你会期待吗？我自己调低门槛，因为我距离35岁有点远，所以我肯定是比较期待说这个政策落实，那我可能将来经济能力比较能够负担得起，可能我也能够比较早实现买房的梦想。感觉年轻人应该很期待嘛，调低门槛，因为有多一个选择。但今天我们的嘉宾他会告诉你，这未必是件好事。OK。理财有门道，投资有秘招，欢迎来到理财万事通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Andrew 静和。Hello， 我是康琪。今天我们请到了 PropNext 博纳产业的主要执行官，他是林永富，但我本身叫他富哥，因为觉得这样比较亲切。而且讲房地产，他这个名字感觉就很旺的感觉，很旺的富哥。Hello， 你好，欢迎富哥，大家好。富哥，我们刚刚提到了，就是年轻人买房可能会觉得金钱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们定义年轻人是35岁以前嘛，就当作是25到34，是刚踏入职场工作，薪水未必那么高，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？OK， 那我先在回答之前，我问你们2个，你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是什么？工作了之后一定要赚钱，赚到钱要存钱。等一下，他先讲工作，老板可以先出去吗？老板在，他有压力，这不必须要是官方讲工作。答案 OK， 因为确实啊，如果我要在35岁能够买房，按照这个逻辑，我就会想说，糟了，我现在应该不够钱，我要存钱。你看，在你3样东西里面，没有买房这个所谓的优先，好像是工作，对不对？是为了钱嘛，是不是？为了存钱，存钱干嘛？买房啊，养老啊，所以可能每年还要旅行、旅游吗？旅游跟买买房哪一个比较重要？一个是现在可以做的，买房好像比较远。现在好像是旅游比较重要，我一定会先想说，好了，还有时间，我会拨一些钱来旅行。对，那过了35岁，资深年轻人，现在稳定的生活，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这些对我来讲会比较重要了。对，所以你看啊，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不同年代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优先的那种所谓的选项排序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们生活比较舒适，然后可能父母也有一定的那个所谓的积蓄，或者是可以支持他们。所以他们的想法并不在于说，我要去拥有自己一间房子。可能在享受方面会先排在优先的那个选项。好，那买房就变成是反正无所谓啦。有些人甚至说，我父母都有房子啊，以后他留给我就好，我干嘛去买屋子？对，所以他们把钱花在什么？旅行啦，可能是买车啦，或者是买名牌啦，或者是吃啦、玩啦这方面。确实，海峡时报有一个调查，专门针对年轻人，他们也是类似同样的情况，就是买房会排在后面了。对，很多的开支先走了一轮，然后才会轮到买房。那富哥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念？你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人生阶段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，是不是应该买一间房子？因为你可能到那个时候，可能就已经有一点积蓄已经储蓄了一些钱了。是。然后当那个钱看得到的时候，那你就想，我不可能把这些钱全部花在什么旅行啦，我能去多少地方？每年去2次，我10年下来都已经去了20几个国家，好像够了。是，然后就开始会有其他的想法了，是吗？对，所以你看，不同年龄层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在考虑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所以我说，钱其实不是最重要。主要是说一开始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先，
明白，你当初也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们开场聊到你还单身，可是你买了房。对，那时候我买房不是因为我想买房，是我的朋友想买房，所以我就跟着他去看房子。对，你看受影响啊，可能你的朋友已经做好准备，然后影响到你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你受的影响是什么？你的朋友，你们去过这个国家，你们有买过这个东西，你的影响不在房地产，你的影响也不是说我要买一间房子，买来做什么？哎呀，还早啦，等我可能成家了之后再来想。是，甚至人家会想说，哎呀，不用紧啦，等到我找到女朋友，我要结婚还是什么时候，我才去申请新竹屋，对不对？最近我们的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有讲嘛，我们一直很关注说买房的年龄，现在政府就有考虑可能会调低这个单身的人士买房的这个年龄门槛。然后当然联合早报也有采访到一些学者，然后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分析的人士就觉得说，好，你要调低30岁32岁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算是合理的门槛，你自己是怎么觉得的呢？那我还是觉得心态要调整 ，OK， 不要等35岁你才去做，我要什么啦，成家也好，我要买屋子也好，不要。重点是不管你年龄多大，不要一直用等的心态。很多我认识的可能年轻就是32、3岁啦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我等多2年我去买转售主屋。那为什么要等呢？那为什么不要时时刻刻就去做规划？搞不好你现在都可以马上进场，为什么要等到35岁呢？单身的人士，你要买祖屋，你有这个收入的门槛，就是月收入要不能够超过7000元，然后你只能够买2房式的灵活的单位 ，2 room flexi， 对，就是我还有其他的这些限制，那这个最后会不会就变成说，就算我真的调低年龄门槛，能够买祖屋的单身的年轻人也不多？当然，首先第一，他可能就是有这样的考量，是为了要推动一个所谓的导火线，让那些可能即将到所谓的那个年龄，开始考虑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开始规划买房子，是，或者是我应该开始规划一下，我要不要成家，要不要找个伴，然后定下来。就它背后的目的可能只是要激发你这个规划的心理，去规划。因为很多年轻人他第一个想法是说，哎呀，现在房子这么贵，怎么买？是不是？而且我的收入可能又不高。对，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尤其是你看那个报告每次出来，哇，房地产又什么啦，飙高啦，什么啦，创新高啦，什么什么，每个人越读越害怕就算了。决定，不要想了。百万祖屋一直在飙升，那很多年轻人说，哇，我连祖屋现在都这个价格。其实我常常就是有跟记者提出啦，你们为什么只是报告百万祖屋，为什么不要报那些便宜的祖屋？记者对不对？通常如果那个数额比较大，大家比较会关注嘛，所以嘛，肯定有。因为百万祖屋只是占了不到5%嘞，100%里面不到5%，我们一天到晚一直报告调低那个35岁的年龄门槛，会不会对这个需求有影响，然后又会影响这个房价？当然，第一，你可以调低，到最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收入，有每个人的负担能力，你还是要回到什么？去看看自己，有多少分量。你储蓄有多少啊？你公斤有多少啊？就是不同的人，他可能到最后买房的那个能力会不一样。对，早期的，我的年代的，有一间屋子住你偷笑。现在人不一样哦，我要靠近地铁我走路不可以超过3分钟，要求很多。对，我要高楼，我要哇，那无敌海景还是什么？然后我要那个装修要很美，还是什么什么，你懂，想法都不一样了。我记得我第一间就是我搬进
1978年搬进那个时候的祖屋，在哪里？红帽桥。OK 赚翻了，没有，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因为父母被怎么讲呢？迁移从钢板，我们以前旧的那种钢板的那些地段被政府拆建嘛，然后我们就被迁移到新这个祖屋区嘛。那1978年的时候我才几岁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觉得哇，有一间屋子住，哇，很兴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想说？哇，要什么？要什么大理石的墙？什么？厕所要怎么样？这样没有啊？因为我们从钢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哪里来的厕所？是，我还记得。其实富哥会不会也是因为现在像你讲的经济变好了，然后我就算收入不是很高，但也负担得起好的生活了，对，所以选择就变多了，或者是他们已经一直以来过着很舒适的生活，那他们的这个标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不只是要有地方住，我还要住得好，要方便，要靠近地铁，靠近购物，靠近学校，靠近各种设施，再加上要新装修要好，要高楼，要什么，所以那个百万祖屋就变成是一种焦点。如果你正在为买房存钱，又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课题有什么看法的话，欢迎留言跟我们互动。是我们期待听到你的理财经历和分享。就算是这个选择多了，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政策很多。所以我们尤其是单身的人，你要考量的事情很多。比如讲，我是不是我的 BTO 预购组屋，我要等3到5年，对吧？我才能够买，然后甚至更久。然后我要买什么样的类型？我要买 BTO 吗？还是我要买 resale 转售的组屋？还是我要买所谓的 SBF， 就是剩余组屋的销售？是要买标准的，是要买优选的地段，还是我要买 prime， 要买黄金地段？你的建议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点被宠坏。其实年轻人好命在什么？选项很多。第一件事要做的，先坐下来，把自己的财务了解清楚先。OK， 是说我一个月赚多少钱？不只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你现在公积金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拿到多少津贴，然后全部加起来。第三，你要贷款，你可以贷多少？贷多少？每个月分期付款能支付多少？你的能力到哪里？你是否对这个分期付款这个每个月的贷款有压力，或者是可以很轻松的度过？你负担得起吗？你先把这个先做好先。还有每个月的花费对，每个月花费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的屋子并不代表说你不用吃不用穿，是吗？对呀，你要吃要什么交通要还水电费、网络费，对，网络费，一切的一切。那你这些费用加，那有多少人真的是坐下来把它列出来，然后写清楚？哇，我每个月要还到2000、3000还是多少钱？那你对这个你准备好了吗？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以康琪做例子，大概来一些大概的数字。对，就拿我比如说我一个月赚3000块来讲的话，对，好像我就做了一个案例嘛。单身，你现在25岁，对不对？你做10年的工到35岁，刚刚好嘛。你每个月只是收入3000块，然后也不涨薪，老板不好，还不换工作，你就哇，很单纯的做了10年。你10年下来，你存了多少公积金，你知道吗？累积到82000多块。公积金的普通户口里面可以用来还屋子的。第二点呢，你可以拿多少津贴？你是单身，你是有津贴的。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普通单身人士的津贴 ，OK， 还有就是近距离津贴。你如果要跟父母同住，跟父母靠近，或者是靠近父母，2种哦。还有就是你身为一个单身，第一次你可以拿多少津贴？这些你加到来。还有一个是额外津贴，因为你的收入3000块，你的额外津贴是25000。如果你买这个2房到4房的转售主屋，你还可以拿一个4万块的单身人士津贴。
没有买过房子，没有买过房子，你的名字就没有从来都没用过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近距离津贴，靠近父母都有1万块，如果跟父母同住的话，就有15000块，加上你的公积金、普通户口里面的，加到完你大概有157000到162000之间的总公积金可以动用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计算得出，康琪在10年后是有可能买房的。是哇，感觉不是梦哈。其实讲真的，你不需要等10年哦 ，OK， 对不对？因为刚才他会加薪的啊。对呀，你不可能10年薪水不变 ，OK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也没有讲花红嘞，我也没有讲其他的收入嘞。我听下来，我只觉得我距离我的梦想没有那么遥远。可是到底这是我可以自己去做的吗？还是我应该要找专人来帮？我要是这盘账算得不清不楚，最后算了个一团乱也不好吧。好像最近《海峡时报》有一个报告，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去了解财务的那个询问啊，里面完全没有讲到房地产财务。可能有讲一些真的是财务规划包括其他东西嘛，所以我是觉得第一，当然要查询你的公积金是由你自己做，你真的要做一个规划，长远规划，那你需要找一个房地产专业坐下来给你做30年的规划，让你看到30年以后，如果你今天做这个决定，30年下去会发生什么事。可是你今天如果完全都不理解，完全都没有坐下来谈去了解，那我讲真的，10年20年很快就过去的。所以就算我们自己做，我们也要以30年为一个基础。不一定是30年，就是说如果你贷款30年，你就要知道说我30年以后是什么以贷款的年限。对呀，那如果我贷20年，我知道20年是什么，10年是什么，5年是什么。那如果说你每3年5年你就坐下来再重新规划一次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我是否应该把屋子卖掉，我是否要不要再去提升，或者是去买其他的，或者是要做其他的规划，或者是我要做调整，我要调我公积金，或者是可能我逼我自己还多一点现金这样子，这些就是要不断的思考去了解，然后去做规划。康熙要开始做你的功课了。是我今天回家要赶快坐下来。现在去你的 housewarming。不是你而已嘞，当然我们一直要已经有了每一个人，你不管你几岁都好，都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财政的那种体检。这样子你才可以很清楚明白说，我到底需要做些什么。然后我并不代表说我说你一定要把屋子卖掉，没有啊。当你了解你的经济状况，你的屋子的状况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决定我是否要卖掉，或者是我是否要做其他的调整这个才是重点。好的，谢谢富哥。 OK， 不客气，再一次谢谢富哥。是的，我相信富哥今天讲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呢，最重要的重点是先从你的心态开始改变，因为你可能现在已经在面临这个买房的选择了，而且除了买房，无论是你个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理财的经验，或者是想要探讨什么样的财经或者理财方面的内容呢，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。除了留言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理财万事通，让我们陪伴你的财富之路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、张康琪，录音 Studio Plus 65，编导李怡倩。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。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，欢迎你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节目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有风险，在做决定前请咨询专业顾问，再结合自己的情况。